horde of zombies charged toward me. I closed my eyes, waiting for death, but the next second, I unexpectedly rebirthed the day before the apocalypse arrived. I could hardly believe it. In my past life, when the zombies came, my neighbors and I hid in a building for a month, yet my boyfriend broke in with a group of strong men, stealing all our food. In the end, I was killed by them. Now reborn, I will stock up on supplies in advance. I will make those who hurt me pay the price. 就在我拿上手机冲出房门时，邻居的房门居然也同时打开。眼前的男生非常高大，看上去足有1.85米之高，光是看着他就需要高昂着头。他穿着一身黑色卫衣，宽大的衣服遮住了他大半张脸，卫衣下还戴着黑色的鸭舌帽，把脸遮了个大概，只能透过阴影看见他漂亮的下巴。即便只露出半张脸，也能看出是个帅哥。我在这里住了3年之久，这个帅哥也在这里住了3年之久。虽然是邻居，但我们平时倒是没怎么说话，交际实在是少，只是经常会碰面。对方似乎是个社恐，不过因为长得实在俊美，所以我对他印象深刻。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男人在上辈子，我被人破门而入，差点被欺负的时候，他不顾一切的救了我。但是双拳难敌四手，眼前的可是20-30个壮汉，更何况他们手拿着斧子，而眼前的社恐小哥并没有武器，他冲上前也只不过是白白送死罢了。想起这人上辈子死的凄惨状，我心里就涌起了强烈的愧疚之意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在末世里帮助了我的好人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不住地重复着，上去一把抱住了他，眼泪止不住的狂涌。我并没有说出什么上辈子他拯救了我的话，我害怕他不信，只是一味的重复谢谢之类。末了，我郑重其事地盯着他的眼睛道：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有病毒即将传播，你还是尽快准备一些食物跟武器吧，最好把房门加固一下。因为他上辈子救了我，所以我也想要帮助他。虽然并没有把我重生的事告诉他，但是也提醒他提前囤积物资，隐晦地告诉他即将拥有危险的事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因为离得近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的全脸，那是一个非常貌美的少年，眼睛漆黑如墨，竟还带着隐隐泪光，盯着我仿佛看什么珍宝一样，全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以及珍惜。刹那间，我脑子仿佛被雷击中，下意识开口：你也回来了。按理来说，我们这个时候并不熟，他不可能会这副姿态，甚至是这样说话，那就只能是……我还没思考过来，就听见楼下顿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响声，好几户人家突然把门打开，急匆的往楼下冲去，甚至是我楼上的邻居也在匆忙往下跑去。今天是哪里领免费鸡蛋吗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时往下冲呢？而且还是这般焦急。很快我就知道了原因，住我楼上的王婶子带着她的老公孩子匆匆的往下跑，路过我们的楼层了，还扯着嗓子对我喊了一声：妹子，快点，别磨叽了，快点去买物资啊，等会儿说不定来不及了。婶子跟你说，你不要不信啊，末世快要来了，恐怖的紧啊，我们得赶紧去买物资才行。我与何舒然对视一眼，皆是不可置信，难不成所有人都重生了？我正是疑惑呢，还在考虑要怎样提醒楼里的邻居们乖乖囤货，没想到我这边还没有开始暗示呢，他们居然就说出了末世的事。那他们必然也是重生了。见我们僵在这里不肯动，王婶子拍了我脑门一下：你这傻孩子，婶子可没有骗你，不信的话，你张开右手心看看。为什么要张开右手心？虽然我疑惑不解，但是还是听话的照做。一看顿时愣住，我那雪白的手掌心里不知何时竟多了一个小小的金色星星图案。那图案看上去不过1厘米长，是金色的，跟卡通贴纸一样牢牢地粘在我的手心里。我下意识地抠了抠，没有抠下来，反而意识突然之间陷入了混沌之中。那是一种很难形容上来的感觉，我的意识像是进入了某种空间里，那空间非常的大，而且还有9道发亮的木门。这是什么？储藏空间吗？我再往下一看，下面居然已经拥有了好几箱的物资。就在我查看物资的时候，又有一箱物资顺着木门那边被扔了下来。这下你总会相信了吧？王婶子骄傲极了，拍着胸脯，像是展示什么不得了的宝贝一样。这是你的空间？不，这是你的空间，确切的说，是所有人的空间。你知道那什么共享单车吧？这好像是共享空间，我们好几个人都能往里面扔东西，还能拿出来东西。王婶子的老公鬼鬼祟祟地压低着声音小声说道，说是压低的声音，但是他嗓门太大，其他人都听到了。路过楼道的女老师孙老师闻言突然笑了出声：行了，这些话在我们这里说说就行，可不要告诉外面的人。什么意思？孙老师他也知道。孙老师他张开了自己的手，那掌心里赫然也印着一个小巧的金色小星星。你也是重生的？不止如此，何舒然也张开了手掌，那掌心里也是一枚同样的小星星。再加上邻居们那反常的举动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不会是我们整栋楼全部都重生了吧？是与不是都很容易确定，每个小区都有专门的群。孙老师他索性在各个群里发了星星这2个字，
然后附带了一个新的入群链接。若是其他人定然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属于只有我们才会知道的秘密。很快群里滴滴哐哐的进来了好些人，不过我仔细看了看，好像都是我们这一栋楼的邻居们。住在101的是退休的老两口，平时也就招猫逗狗，颐养天年。201的是一对夫妻，还拉扯了2个孩子。对门202的似乎是个直播带货网红。3楼分别住着护士一家3口和拉货司机宋叔叔一家5口。4楼的话，一间没有租出去，另外一间的租户似乎很久没有回来过了。5楼是我跟何舒然，6楼就是王婶子一家跟孙老师他一家。我大概统计了下，除了1楼的没有入群之外，其他的基本上都会有人加入这个带有特殊星星标识的群里。所以我们整栋楼都拥有空间吗？事不宜迟，我们当即下楼准备一一确认。果然，1楼的老夫妻也是，同样是共享空间拥有者。这么算起来，我们这栋楼一共有9户人家。既然有共享空间在，而且还都是重生的，那么肯定要利用自身的优势。我们聚在一起，讨论大家的职业以及钱财规划，准备按照不同的类别来购买，不同的物资全部储存到共享空间内，共同扶持度日。带货主播挠了挠头，她是个女生，不过赚的也还不错，当即答应。这个交给我，我卡里还有不少钱，可以购买一些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。那名护士则是推了推眼镜，药物的话，我这里有渠道，可以购买到不少药品，采购就交给我吧。宋叔叔道，我的话有辆车跟仓库可以打掩护，把物资放入我的车里，到时候再存入空间。经过拉货司机一转手，那些送货的就不知道把货物送到具体的地址，不至于上门来抢劫我们的物资。还有王婶子一家，他们最是积极。我们是干防盗门防盗窗的，刚好可以把大门加固，免得上辈子那些垃圾们再破门而入。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掏空了积蓄，全部化为空间里的一堆堆的物资。他们有的有购买渠道，有的负责打掩护，有的购买医药品等，还有的直接联系了装修队来把我们小区的大门一再加固。而何舒然的话，则是提议购买一些武器类，你可以不使用武器，但是你不能没有武器。经过孙老师的策划，我们分批行动，我跟何舒然出去，尽可能的去购买一些杀伤力大的武器，最好还是电锯之类的。当然，冷兵器也可以，顺带再购置一批发电机。何舒然开着车带着我去购买东西，而我在路上终于有时间拨打了电话。爸妈，快点过来找我！我跟我爸妈不在一个省，想要过来的话，得坐车8、9个小时，距离如此的远，我上辈子死也没再见过我的父母。这一次好不容易有了机会，那我自然是想尽办法把他们叫过来，这样我才能彻底的放下心来。至于他们不同意，那我就嚷嚷着要跳楼。坐火车太慢了，坐飞机来吧，有多快就多快，尽快赶过来。经过我一番变脸式哭诉，好似下一秒就能跳楼一样，彻底把我爸妈给吓住了，满口承诺着马上就坐飞机来见我。我这才心满意足的挂了电话。挂完后才看见何舒然那憋笑的脸，他看上去心情很好的样子，偶尔会用余光偷瞄我一眼，又快速的把视线挪回去。这副羞涩小狗的样子倒是把我逗笑了。还有1天的时间，你也快点把你父母叫来吧，至少我们这里更安全一些。不用了吧？何舒然直接开口拒绝，语气随意的像是今天天气很好一样。他开口说道，我是个孤儿。我真该死啊，怎么偏偏勾起人家的伤心往事。对不起。这下搞得何舒然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没事的，我都习惯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认识他们，没有什么感情基础。他语气随意轻快，似乎真的完全不把这当回事一样。毕竟他从小就是个被抛弃的孤儿，在孤儿院里长大，没有得到过，所以就不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，更没有痛彻心扉的感觉，只是觉得稍微遗憾罢了。车内的气氛有些尴尬，我想说点什么，但张嘴半天也不知道找什么话题。还好，车终于到了，我们停在了一家5金店门前。何舒然下车后直接走向店门，我跟在他身后，他的背影总是给我一种安全感。在即将到来的末世里，有这样一个靠谱的同伴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一进店，何舒然就直奔主题。老板，来15套发电系统，太阳能发电来10套，风能发电来5套，再来一些大功率的户外储电池。发电系统是我们的首要目标，末世之后很快就会停电，为了生活得更加方便，发电机是必不可少的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会傻到大晚上就亮灯的，这样会吸引来其他的劫匪过来抢劫。我们的计划是只在白天使用电器，夜晚拉上窗帘，基本不再用电。但电是必须的，没有手电筒在黑夜中，谁知道周围会不会埋伏着丧尸？我们还想要建一个电网作为防御系统。虽然丧尸不怕疼痛，电对他们的作用有限，但对于人类劫匪，电网的威慑力可就太大了。上辈子我们整栋楼的人都被那些人渣一个接一个地撬开房门杀害，这次我不会让悲剧重演。老板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，这笔交易让他太满意了，还贴心的送了我们5个蓄电池。我让他给我们加急安装后，又买了一些手电筒、电热壶和电热毯等必需品，冰柜之类的倒不需要了，
我们有共享空间，那里面的东西似乎停止了时间流动。我之前放进去的冰糕拿出来时一点都没融化，真是方便极了。这样我们囤再多物资都不怕变质腐烂。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直接刷了卡，一点都不心疼。资源共享的好处就是钱财方面也不用发愁。临走前，我发现店里居然还有无人机和收音机，索性一口气买了一打。无人机可以飞出去侦察丧尸群的动向，避免我们被包围；收音机则能接收官方发布的紧急通知，这两样在末世中都是无价之宝。能提前得到情报，就能提前做好准备。接下来，我和何舒然分头行动了。他去买武器了，神神秘秘的说有些危险，不让我跟着。我也没坚持，就在电脑前等着。卡里还有不少钱，正好可以网购一些末世后会需要的电子产品。我买了一些平板、手机、电脑，还有 U 盘和时下热门的游戏机，甚至连光碟和播放器都买了。末世之后断网，无法刷手机，只能靠看电视剧或者打单机游戏来消磨时间了。刚好逛着逛着来到了小吃街，反正来都来了，那不如买些东西吧。就算买的多了，也能放入空间里，它们不会腐烂的，甚至都不会变凉。那还等着什么？买！我几乎是一家小吃摊儿一家小吃摊的走过去，疯狂点了一大堆的东西，什么烤串、关东煮、炸薯条、炸鸡柳、热干面、火鸡面、串香、烤面筋、烤鱿鱼、烤红薯、面包、蛋挞、奶茶、糖葫芦、饭团、包子、蒸饺、羊肉串、烤鸡架、烤鸡腿、北京烤鸭、舒芙蕾。我见着什么买什么，反正又不是花我的钱，反正食物又不会过期，我一样来了30多份。若是摊子上花样少的还好，但是摊子上花样多的，那就30份蛋炒饭，30份炒面，30份鸡蛋灌饼。摊主笑的铲子都快抡冒烟了，甚至都顾不上后面散客了，而是顾着先给我做。最后我实在是抱不住了，索性就开了一间钟点房，让卖家把食物送到我的房间去。然后房门一关，我的手还没接触到那些东西，那一大堆的小吃就全部消失在了眼前。属于我的那个小木门开启，往下放置了一大堆的小吃。因为空间是共享的，所以我可以看见空间内的景象。空间内很大，本来是空荡荡的，现在居然填了好多的物资，如同小山一般堆积。2楼的那对夫妻，还有整栋小区的所有能出得上力气的孩子，几乎都在这里了。那似乎是虚拟形象凝成的人，随着2楼小夫妻的指挥下，把食物们按照不同的种类而排列整齐地堆放到不同的货架上。我对这一对2楼的小夫妻印象并不深刻，那是一对非常普通的夫妻，既没有什么特殊的职业，也没有赚很多的钱，甚至容貌都长得普通。但是他们也没有选择偷懒，一路躺平，偷吃邻居们的物资，而是尽自己所能的出力气，来把物资们一一分类搬运，甚至还细心的做了贴纸等。如此倒是省了很大的麻烦，有人主内，有人主外，无论是内还是外，都被安排的井井有条，按照规划的计划而平稳的前进着。如此感觉还算不错。我在小吃上浪费了一些时间，等一切忙完后，就接到了何舒然的电话。搞定了。他不知道打哪弄来的一些电锯、弓弩、斧子、锯子、锤子、钉子、电击器、狼牙棒、长刀、红缨枪，甚至还有开了封的剑。我不禁倒吸口凉气。你这是打哪儿弄的？我是孤儿嘛，认识一点混的人，不过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会伤害别人的。何舒然立马解释道。对方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自然是不会追问下去了，反正东西都到手了，那我们撤退。一回到小区，就听见叮叮当当的各种声响，一看好几个施工队在我们楼忙来忙去，大门直接拆了，用了最好的材料做了防爆门。1楼、2楼、3楼的窗户全部安上特制的防盗网，不仅坚固结实，还带有尖锐的刺，防止有人攀爬上去。等把这些装修好了，还可以在防盗窗的基础上安装一张电网。考虑到有可能有大量的丧尸或者是那些强盗们一起举着原木撞击，所以我们的楼道跟每户人家都装上了防爆门。看着施工队抗耐造厚实的沉重的大门，我忍不住感到一阵的心安。防护做到了位，那安全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最好的保障。玻璃也是选择了防爆玻璃。1楼老夫妻退休了，但是人脉还在，他们有学生可以搞到这种钢化玻璃，甚至电网怎样设置都是由学生们来组建的，他们都是专业人士，名校毕业的，非常的可靠。护士那里则是弄到了很多的维生素，弄了好多箱放在了共享空间里。不仅如此，还有碘伏、酒精纱布、创可贴，这些更是暗箱的囤积。还有一些常见的药物，感冒药、治疗腹泻的抗生素、各种的消炎药，甚至是老年人治疗骨质疏松的钙片，以及像我这种半夜睡不着的人吃的褪黑素。还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、认不出来的东西。我扒拉了一下，勉强从瓶瓶罐罐里面认出了一点医用防护服手套，还有布洛芬、益母菌之类的。食物什么的不必多说，那个带货直播身后就有货源，他们跟厂家商量，以最低的价格购买，吃的喝的真是成箱的弄，空间里大半的物资都是他得来的。米面油、调味料、压缩饼干、新鲜水果、鸡鸭鱼肉、香肠腊肉，各种各样的蔬菜，拉货司机更是整车的拉，可把2楼的小夫妻以及一众小帮佣们给累坏了，疯狂喘气儿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除此之外，
还有一些我这种年轻人喜欢吃的垃圾食品，零食、面包、饼干、巧克力、方便面、奶酪、冰淇淋、辣条、辣酱、魔芋爽、缺牙齿、薯条、薯片、鸡米花、蛋挞、水饺、馄饨、牛肉丸，这些东西就乱七八糟的放置的跟一座小山一样多，看不过来，根本看不过来，这些物资足够我们吃个20年了。不仅如此，王婶子还贴心的购买了很多的衣物，春天的衣服、夏天的衣服、秋天的衣服、冬天的衣服应有尽有，不只是有大人的，还有小孩子的，不同尺码的衣服鞋子，她都买了个遍。衣服也是至关重要的东西，王婶子甚至还考虑到了孩子们以后会长大，买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衣服、鞋子、袜子、洗衣液、洗发露、沐浴露、毛巾、香皂，还有卫生纸、卫生巾等。往那一看，卫生纸堆得跟小山一样，雪白白的一片，全都是卫生纸的海洋。而那卫生巾，我这辈子都用不完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这么多人考虑的方方面面，众人协力倒是比个人能做到的东西更多更全面。我们一共9户人家，其他8户都出钱出力，各忙各的，只有老2口年纪太大了，也就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人，购买一些需要的物资，剩下的就没他们什么事了。这老2口也想做些什么，索性就又购买了一些种子或泥土回来，菜种多买些，再买一点花种，种菜呀、养花啊，也能给生活增加一些乐趣。再看这边，何舒然手指哗啦啦的点击屏幕，似乎又在购买什么东西。你买这么多灭火器干什么？买对讲机我能理解，可以远程通话，买刀具，还有背心、头盔、护膝，这些护住4肢身体的东西也可以理解，在丧尸中保护自身。但是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灭火器？楼层很难着火，即便偶尔着火，1、2个灭火器就能足以消灭。若实在不行，我们空间里还有成吨成吨的桶装水。灭火器的话，对着人喷会导致对方窒息。上辈子何舒然在我面前被那些暴徒们活活打死，他没有武器，只拿着个灭火器就狂喷了起来。可惜当时人实在太多了，又时间不足，他没办法逮住一个人，喷住他的口鼻，让他灭绝氧气，窒息而死。若是群攻，那灭火器效果不是太好，只能遮挡视线，为逃跑提供机会。但若是单人攻击，只要对方不跑出攻击范围内，朝着他的口鼻而喷，用不了5、6分钟，他就会因为吸入干粉而陷入强烈窒息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不由柔软了一下，犹豫许久，手牵住了他宽大的手。谢谢你。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当时简直不敢想象会遭遇怎样的结果。何舒然脸蹭一下就红了，顿时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，整个人都快要冒烟了。但是他的手还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眼睛盯着我，气氛一下子就暧昧了下来。就在我们羞涩对视时，门哐当一声被人敲响，我跟何舒然吓得差点跳起来。死丫头，快开门！居然是我爸妈，终于怒气冲冲地杀过来了。暧昧气氛顿时荡然无存，反倒只剩下了被抓包的尴尬。明明也没做什么，我挠了挠脑袋，有些不好意思的上去开门。一把门打开，我妈就怒气冲冲地提着我领子，把我揪得脚不沾地儿。死丫头，你真能耐了！你居然敢用自杀来吓我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？天知道艾姆当时有多害怕，这死丫头当时打电话过来，要他们快点过去。他们这边还有工作呢，请假并不容易，本打算过几天再来看我，结果这死丫头一开口就是我要跳楼，说他们不能尽快过来，他就要从楼上跳下去。这种威胁哪是当父母的人能够忍受得了呢？艾父艾母当即就丢下了工作，火急火燎地杀了过来。然后一开门，正准备男女混合双打呢，就看见我的屋子里居然走出了一个男人。你这个不孝女！我爸顿时气急，脱下鞋就追着到处打人。别呀，爸比，我可以解释的，我真的可以解释的。一阵兵荒马乱，我发挥了好大的口舌，总算避免了男女混合双打。真的就是我们死了，然后又重生了。不信的话，你看我可以把东西变出来。我张开手掌，手心就这么放在他们眼前，稍微一晃，凭空出现了一瓶矿泉水。这是什么魔术？刚开始我爸妈还不相信，直到后来看我把空间内的东西拿进去放出来，甚至还拿出了一个比我还要高、比我还要重的发电机。这东西就算再怎么藏，它也不可能是魔术吧？这下子我爸妈终于想起了我的话，听着我细细道来上辈子所发生的事。刚听了一会儿，我妈就快气炸了。这个畜生啊，我要杀了他！谁能忍受亲生女儿被这样对待，最后更是凄惨而死的？艾父艾母激动的不行，被我跟何舒然轮番劝解下，才算勉强忍下了那怒火，准备等他们上门了后再好好报复他们。本来我爸是非常不满意从我客厅里冒出来男人的，但后来听见我说何舒然为了救我而单枪匹马的扛着一个灭火器，闯入20、30号劫匪群里解救我，最后凄惨而死的事才算触动，顿时加了不少的好感度，还拍着他的肩膀一阵感激，倒是把何舒然弄得不好意思了。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看了看空间里几乎半满了，几乎所有能想得到的物资都已经买得差不多了。
楼内的大家伙干脆去饭店里订了几桌的席面，准备在外面好好的吃一顿。吃一顿少一顿，还不如趁现在好好享受一下。我们一共9户人家，即便每户只有2、3个人，那加起来也不少了。本来我是想订几个桌，简单吃些就算了的，还是我妈拦住了我，非常豪爽的对饭店工作人员说包一个婚宴桌，反正都有空间在，空间能保鲜，那为什么不干脆弄好几桌的饭菜呢？打包一下放入空间内，到时候想吃的话直接拿出来吃不就行了？我们思考了一下，想着也对，就直接订了100来桌，这下子可算是掏空了9个口袋。我们吃的肚子圆滚滚，剩下的直接让他们装在了打包盒里，趁着没人注意塞入了空间。饭店虽然十分疑惑，这一群人是在搞什么鬼？为什么婚宴只来了这么几个人，还打包带走这么多的东西，甚至都没有人结婚？算了，管他呢，也许是贫困乡下吧，只要拿到钱就行了，管他们是用来干嘛的。我们楼请了好几个施工队一起装修，即便到了晚上也是给钱加急，未曾停工过。超能力所在，让施工时间压缩再压缩，再加上王婶子的老公就是干这一行的，熟知其中门路，谁但凡想偷懒都不行，他就死盯着他们，不允许有片刻马虎。这毕竟是关着他们以后的生命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敷衍。好在只是安装防盗门，把房屋加固而已，又不是抹水泥，只要钞票给的足，不需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。到了晚上11点半左右，就几乎忙完了。施工队忙完，做完最后的一点准备工作时，终于那样不说好奇问我：妹子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装这么多防盗门，怕有人抢劫你们呀？这都什么世纪了，怎么会有人抢劫呢？只是房屋装修得古怪，又是这么急，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我们之前就考虑过这些，装修工人们会心生邪念，联合起来占据我们这方安全小楼。所以王婶老公当初选人的时候，都选的偏远地区的零散的工友们干活，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，而是暂时组合在一起的小工们，干完这一单就各自散去。因为离小区也远，所以他们很难绕过密密麻麻的丧尸群，来到这里抢占我们的地盘。但是我不会告诉他们这些，我若是可怜他们，他们到时候再砸了我们的门，到时候谁来可怜我呢？我只是打马虎眼道，谁知道呢？还不是我们楼那个搞直播的，非要说有疯狂粉丝尾随他，还想进入他家里，给他吓得不行，这不吵着闹的，要把我们整栋楼给加固一下。本来我们是不同意的，但是他给了我们钱，而且这防盗门还是他自己掏腰包花钱装修的，那我们就同意了呗。有便宜不占是笨蛋，你说是吧？对不住了，我的邻居，这个时候把你当挡箭牌是最合适不过的。哦，那个小闺女啊，那小闺女长得确实漂亮。那建筑工人回忆了一下，楼内确实有个很漂亮的玩直播的女生，人长得漂亮，还是玩什么网络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被坏男人盯上被尾随，这些也都是有可能的。毕竟网上有很多新闻发生了很多的案例，所以那小姑娘被吓傻了，想要把楼房加固，也算情有可原。就是她真赚钱呢，也就在网上嗲嗲的说话唱歌，卖点东西而已，居然愿意花那么多的钱来给整栋楼购买了防盗门。装修工人咂巴拉下嘴，全然相信了我这番言论，糊弄过去了。我不愿意再跟他细说，多说多错，不说不错，反正他们已经干完活了，我就让王叔把他们开车送回了家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孙老师就开车去了车行。过了几个小时，我们就看到共享空间里多了几辆汽车，还有一些汽油等。虽然每家每户都有汽车，但是这东西并不嫌多，若是真有救援的人来，我们也可以开着车跟着人家而去。即便是没有救援的人来，我们也可以抡起汽车直接砸丧尸，或者是砸土匪人。因为昨天我向我爸妈展示，那不是魔术，而拿出来了比我还要高、比我还要重的物品，这给了我很大的灵感。我就尝试着把一辆车放入空间，然后又把一辆车拿出空间，只需要使用意念好好控制，就可以把汽车放置到离地面有些距离的高度，比如说放到丧尸的头顶上。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把丧尸砸得爬不起来，直接来一个汽车战神？这不失为一个攻击方式。所以今天一大早，我就让孙老师去提车，去买几辆车去。而我的话，则是联系了附近的工厂，购买了几卷钢卷。还有什么比抡起钢筋砸人更厉害的吗？我要当钢卷战神。此时卡里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，物资也已经全部整顿完毕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今天下午2点，丧尸爆发。在这种焦急等待又说不上来的复杂情绪中，我又想起了上辈子的事。上辈子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，网上突然出现了很多视频，视频里很多人发疯了一样，居然开始撕咬路过的人。明明人类的牙齿并不尖锐，无法撕咬开皮肉，但是他们却像是下了很大的力气，居然硬是把那个人给……想到当时血腥的场景，我不由得脸色变得煞白一片。当时真是人间炼狱，丧尸病毒大规模的蔓延，到处都是人们的惨叫以及被丧尸扑咬后的挣扎。上辈子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被吓得跟着人群疯狂的逃跑，被人潮裹挟着想要往家里逃跑，就这么拼命的跑啊跑啊，甚至鞋子都掉了，即便摔了几跤也不敢停下来片刻，因为但凡犹豫那么一点，
1秒钟的时间就有可能被后面的丧尸扑倒咬断后脖颈。而现在上辈子与现在重叠，外面的惨叫以及下面逃跑的人，看得我揪心不已。仿佛那下面逃跑的人就有我的影子。丧尸们进食的样子实在是太过恐怖，即便已经经历过一遍，我的那些邻居们也呕吐了几个。我爸妈更是吓得不轻，抱着我死死的不肯松手。听见女儿过得不好是一回事，但是亲眼看到女儿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世界，就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妈顿时心疼的要命，眼泪啪嗒啪嗒的止不住的往下流淌，抱着我不停的拍打着我的后背，一个劲儿的安慰。没事的，小玉没事的，已经过去了。我的小玉现在安安全全的，安安全全的。他们没有重生，所以不带有前世的记忆。在上一世的话，我们最后一次通话就是他的房门被破开，有丧尸的嘶吼。妈妈及时挂断了电话，不想让我听见接下来发生的内容。但是越是听不见，就越是焦急。我几乎每天都在恐惧与担忧中生活，往往睡不了1、2个小时就得醒过来，梦中全是爸妈血淋淋的样子，被丧尸扑咬着，嘶吼着质问我为什么不来救我。那成为了我最恐怖的噩梦。我不由得回抱住了爸妈，很用力的确认他们的存在。上辈子已经过去了，没事的没事的，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这次肯定不会重蹈覆辙。是的，这次无论如何也绝对不会重蹈覆辙，我绝对不会再让父母离开我的视线，再也不想再尝试一遍骨肉分离的痛楚。这辈子我们都要活得好好的，世界仍在继续。经过了最混乱的几个小时之后，能回家的都回到家，不能回家的估计也成为了在街上游荡的丧尸。所有人房门紧锁，蜷缩在家里，根本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。不过这种情况应该也持续不了多久，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囤货的习惯，家里缺食物和水，这会迫使他们出去，如同蚂蚁一样，想办法从各种地方寻找一些食物，搬入自己的小窝里。但这种行为无疑是非常危险的，要从丧尸群中穿过，没那么容易，稍有不慎被抓挠一下，就会成为他们的同类。末世已经过了半个月，这半个月偶尔会有吵闹，但更多的时间还是死寂一片。丧尸们会无意识的吼叫，发出意味不明的声音，到处游荡着，寻找活人的气息。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，久了人们总是喜欢聚在一起，稍微说说话也好，喝酒也好，吃饭也好，至少有同类们在一起，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4楼是没有人住的，索性我们就把那里当成了客厅，平时有事没事的就去4楼聊天，或者是做一些手工类。我从家里翻出来了一些扭扭棒，这些东西颜色鲜艳，做工简单，只需要扭一扭，粘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朵鲜艳的花。而其他人的话则更喜欢看电影、电视剧等，我买的手机、平板还有电脑成了他们最热爱的东西。每天都会围着挑选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观看来消磨时间，偶尔的话也会拿起游戏机玩些单机游戏，不过小孩子的话不能玩超过2个小时。即便已经末世降临了，孙老师也不忘本职工作，在闲暇之余也会教几个孩子学习知识。孙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，而1楼的老两口则是摆弄着那些植物。他们买了很多种子跟泥巴，理所当然的在顶楼种植了一片的菜地，种了一些应季的蔬菜，现在已经郁郁葱葱的发起芽来了。平时老两口就十分的喜爱这些植物，也别管结果如何，总归是打磨时间的好办法。每个人都悠闲的过着自己的日子，不让自己停歇下来，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，免得去关注外面的惨案以及手机里发来的信息。小区业主群里天天99加，这似乎成为了所有人发泄戾气的最好渠道。他们不断的发求助信息，咒骂世界，咒骂上天，咒骂救援还不到来。我快要饿死了，有没有吃的？求好心人给一口吃的吧。谁还有奶粉？我的闺女才这么小，她不能眼睁睁的饿死啊。我爸有糖尿病，谁有胰岛素？求求了，给一点胰岛素吧，真的快要活不下去了。这些信息刷屏，每天都有哭诉，但凡是人格正常的，都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，看了都会难受，但是却又无能为力。我们真的不能帮帮他们吗？我们有食物，有水，至少可以救1、2个人吧。救一个的话，就会被追上来一溜，到时候你选择救谁而放弃谁。更何况这些都是不可控的，一旦知道了你手中有资源、有物资，那么他们就会蜂拥而至，抢夺你手中的资源。所以这些天，我们几乎都不会去看群内的消息，或者是网上的求救视频等，避免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，而做出不可挽回的事。他们已经上过一次当了。之前我的前男友在楼下哭诉，我心软帮助了他，然后结果呢？他挤开了房门，带着那20-30个壮汉一起闯入了这栋居民楼。所有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何舒然在查看手机，显然也被影响了心情。王大婶正百无聊赖的织毛衣，看见我们正在摆弄手机，愁眉苦脸的，就猜到了我们在看什么。哎呀，年纪轻轻的，不要乱想那么多，把那个群退掉就好了。毕竟我们又不是救世主嘛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救援，等官方的人来了，所有人就可以得救。个人的能力能做到什么？还不如相信国家机器。是啊，还是相信国家吧，救援迟早会到的。没想到有电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，昨天手机还是99加的消息呢，今天打开一看，零零散散的，居然没几条消息了。我再按一下灯的开关，果然没电了。
丧尸的爆发导致全国人力的瘫痪，秩序无人维持，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停电。不过还好，我们早就料到了这件事，所以醒来之后就开始摆弄发电机，很快的就让楼里通上了电。洗漱吃饭，找本书看。我们这边悠哉度日，隔壁楼却好似发生了剧烈的冲突。末世已经半个月了，谁家里的存粮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特别是没有囤粮习惯的年轻人，他们合计了一下，干脆商量出了个馊主意。10几个青壮年联合了起来，组合成了一个叫做狂狮联盟的黑恶势力。他们拿着斧子、菜刀，甚至是棒球棍等，合力砸开了老人、小孩还有独居女性的大门。至于人数多的家庭，他们暂时还不敢动手，特别是家里有壮年男人的，他们更是会避开。相反的，那些老人、小孩还有女人，他们反而是最容易遭殃的人，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，惨遭毒手，他们就沦为了第一批的受害者。所有的东西抢劫一空，甚至还迫害他人，肮脏的视频照片被他们炫耀一样发到了群里。不仅如此，事后还杀死了他们，简直是恶魔一样的行为，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。这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些人还是人吗？末世了，有些人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了。他们似乎抢劫上了瘾，拥有了够吃的物资不说，还防患于未然，想要抢夺更多的物资。他们堂而皇之的在群里聊天说，女人小孩的肉有多么鲜美，甚至还商量着下一个攻打的是谁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这栋楼，77号楼，之前装修把大门窗户加固的十分牢靠，甚至顶部还装有太阳能发电板。我们不仅没有面黄肌瘦，甚至隔着窗户还能看见我们在上课。亏得我当初坚持要给大门窗户都加固，还被你们笑话说我小题大做，这不是派上用场了吗？如此的悠闲自得，如此的松弛轻松，让他们几乎极度的咬碎了牙齿。他们这边饿得要死要活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随时都会面临死亡的风险。结果呢，我们这些人却过得这么滋润，这如何让他们心里得过得去？当即把主意打到了我们身上。光是一个防盗门跟太阳能门板就让他们惦记上我们，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空间内的物资，那他们不得气疯了不可。他们嘀嘀咕咕的，似乎在商议什么，我顿时警惕了起来。他们来了的话，我们能挡得住吗？我们有准备，但不知道能撑多久。没有人希望被他们盯上，但是对上也是不可避免的事，那就……我与几个邻居对视了一眼，掏出了弓弩来。这些天不只是玩乐，我们还学习了怎样使用弓弩，至少自保能力还是有的。今晚别睡了。这些天我们都是轮流来值夜的，除了老人小孩不需要，成年人都是需要值夜班。当然不是一人守一整夜，而是2人一组，4个人交替守上半夜跟下半夜，等到第2天会有人换班。其实本来是没有这个习惯的，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丧尸电影，那电影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。丧尸虽然没有理智，没有脑子，但是他们有本能的渴望，对于血肉本能的渴望导致他们向着血肉而攀爬过去。若是只有1、2只还好，他们攀爬能力不行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自保，只是随着本能而行动，经常爬着爬着就掉下来了，根本爬不上2楼。但是若是他们数量很多的话，堆积在一起形成一堆，他们踩着同伴的尸体而爬呢？我看的那个丧尸电影就是这样，那些丧尸们数量太多，竟然靠着数量的优势，硬生生堆积成山，爬到了城门上了。我可不想这样死掉，所以我们才有了守夜这件事。1楼的话是没办法住了，我们让1楼的人全部挪到了上面空余的房间去，而1楼就是我们守夜值班的地方。透过窗户查看外面有无丧尸堆积，没想到今天丧尸没遇到，倒是遇见几个贼人悄悄摸摸的撬门锁呢。那几个贼人动作实在是太熟练了，似乎是专业师傅。我这边看见他靠近门，拿着东西对着门锁一阵捣鼓，捅了捅旁边何淑兰的胳膊。我们拿着弓弩对着那偷偷摸摸的贼人，快点快点，打开了没？小偷的同伙疯狂的催促。在末世之前，他还是专门的开锁师傅，拥有非常熟练的开锁技能。开防盗门而已，手拿把掐，往往2秒钟就能打开，但眼前这个似乎机关特别的多，这样他多少有些紧张。快点，打不开就把你剁了。小偷身后站着一个彪形大汉，他拿着一把巨大的西瓜刀，捅了捅小偷的腰子。我知道他是一个惯犯，就是他在群里发他杀害了别人的视频。没有认错人就直接开始呗。何舒然直接按下了电网开关，呲啦啦，脚下突然传来麻痹的一阵，感觉那几个人甚至都没反应过来，就突然抽搐着往地下直愣愣的倒去。有电弧闪耀在他们身上，把他们牢牢地吸附在地下的那片假草地上。我们不仅在窗户大门上安装了电网，甚至在77楼的门口也安置了一块电网，专门应付这些人。谁也没预料到脚下居然有陷阱。这些人全部浑身抽搐着吐白沫，眼瞅着是不行了。有一个人离得比较远些，看这种情况竟然还想撤。他因为离得太远了些，没有在电网覆盖范围内，所以进脚底一抹油，还想往远处逃去，当即把弓弩对准了他的后心处按下去。嗖，一阵破空声，那男人直挺挺的倒地。解决了，我兴奋极了，首战告捷，而且还是不到2分钟。太好了，我们把敌人拦在了楼房外，又让他们踏入一步。而那个男人的血腥味
则吸引了丧尸的注意。看着丧尸逐渐聚拢，向着那几个变态而来，我们瞬时关掉了电网。他们已经手脚麻痹，虽然并没有死，但是却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丧尸朝着自己而来。那个杀人犯还想逃跑，手脚并用的在地上爬行，但随即就被丧尸压在了身下。丧尸瞳孔扩散，身上鲜血淋漓，一张开嘴，腥臭的气味扑了杀人犯一脸，随后就是向着他的血肉而来。他们在惨叫，住在2楼的小夫妻一人一个，捂住了孩子的耳朵，危机成功度过。这也让群里悄悄窥屏，等待着分一杯羹的其他人炸开了锅。他们全部死了，太可怕了！发生了什么我都没看清楚。不知道啊，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就听见有人尖叫。他们被丧尸咬死了吗？大半夜的，为什么出现在别人门口？能为什么呀？不还是想着偷袭别人吗？结果把自己折进去了，活该！77号楼可真猛啊，那些人都折在了他们的手里。你们是疯了吗？那些杀人犯死了不更好吗？难不成你想要他半夜去敲你的门吗？那些疯子无所不用其极，不仅是抢物资，女人甚至连别人的血肉也不放过，比起丧尸来，更加的惨无人道。所以他们死了，群内一片叫好之声，甚至还有人感谢我们，说谢谢，我们帮他们报了仇。我通通都不回复，只是嘴角到底还是上扬了一下。自那以后，群就彻底的沉寂了下来，不是大家不想聊了，而是彻底没电了，甚至连信号都中断了，他们无法再发出信息，甚至手机也再打不开了，变成了没有电的一块黑砖。不过还好，我们还有发电机，我们当时可以照常的观看电影、电视剧。又过了2天，这天2楼小夫妻神神秘秘的，又是拿了蛋挞，又是做了奶油的，还整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蛋糕，插上了蜡烛。直到他们推出了小蛋糕，我才意识到，哦，有人生日了，是我啊，是我生日了，我今年5岁了。是2楼小夫妻生的老二，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，现在正蹦蹦跳跳的等着分生日蛋糕。这家伙可怜，上辈子的话哪有这么多的物资，他那个时候生日，小夫妻2人硬是在房间里搜肠刮肚，也只是找到了一根火腿肠。火腿肠小小的还是过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扔到了沙发角落，这个时候居然被找了出来。虽然并不好吃，但是饿了那么长时间，那一根小小的火腿肠他也吃得慢，如山珍海味般珍惜的一小口一小口嗦，都不舍得咬下去。每每想起这件事，小夫妻就心疼的流眼泪。现在好不容易有物资的，当然是把东西全部不给他，偶尔奢侈一把也不是什么大事。王大婶不顾小两口的阻拦，从空间里拿出了不少的饭菜来，甚至连老两口都把自己新鲜种的第一颗结果的番茄都摘了，送给小姑娘。一片欢声笑语中，这次她终于度过了一个美好的5岁生日。我也从空间里拿出来了好几瓶的饮料和酒，小孩子喝饮料，成年人喝点酒，不过只能小酌1杯，不能喝得酩酊大醉。每个成年人都喝了1-2杯，甚至连那5岁的小姑娘非闹着要喝，最后还是她爸爸用筷子点了一点酒液沾着给她尝了一口。小姑娘顿时被辣得呸呸，狂喝了好几杯水漱口。哈哈哈，在场的大人都笑话她，感觉这丫头特别的可爱。连何舒然也喝得醉醺醺的，脸色通红一片，双颊绯红的握住了我的手。屋内气氛和谐温暖，轻快与愉悦交织，那快乐的氛围恨不得把时间能定格在这一秒。又是1个月过去了，外面依然吵闹不断。我打眼一看，外面的景色全都挂着 SOS 的床单，床单各式各样，但是其中 SOS 却画得格外的显眼，有黑色的、红色的，甚至还有被其他布料剪下去缝在上面的，在半空中飘荡着，迫切地寻求救援信号。前些天还算是有些生机的小区，此刻却是一片死寂，甚至连人声都不见了，没有了希望，救援也遥遥无期，大家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是偶尔抬着头看着上方的直升机来发放物资。等到了末世第1个月之后，物资终于发放下来了，也许是等待救援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，他们只能先投放的一定的物资到天台上，其他幸存者就靠这点物资而勉强存活，也幸亏是有投放的物资，很多人避免了饿死的可能。丧尸并不是永动机，那些吃到了食物的丧尸拥有能量储存在体内，还能行动，而没有吃到任何食物的丧尸则是在缓慢的等待里逐渐饿死了。丧尸少了很多，也正因为少了很多，让别人出行方便了一些。前世也就是今天，我的前男友来投奔我了，来我们楼前哭诉，快要活不下去，求我救救他。大家也都不敢掉以轻心，拿着各自的武器保持警惕，等待着那个上辈子害死了我们整栋楼的坏人登场。先登场的是几个开着鬼火的黄毛，他们用音乐跟声音先引开了一些丧尸们。丧尸们脑子并不太好使，他们会被声音跟血肉吸引，追着那几辆摩托车跑开了，而后面就到我的前男友登场了。他开着一辆面包车，直接停在了我们单元楼的门口，目标十分精准地盯上了我，但是嘴还没张开，开始表演呢，弓箭就对着他射了过去。我前男友唰的一下跳开，那弓射力实在是太强了，即便他跳得飞快，弓箭还是擦破了他的腰身，让他的腰子流出了汩汩的血。要不是他闪得及时，此刻他怕是要被穿透身体。小白脸，不是说你女朋友很爱你吗？
怎么一见面就要杀你？面包车里传来嗤的一声笑声。上辈子我以为面包车里是他的朋友，顶多就几个人而已，没想到下来一面包车的人。那面包车跟压缩文件一样，一展开，好家伙，20多名壮汉都塞在里面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塞的，居然能坐得下去。等我把门开一条缝，让前男友进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冲上去，强行把门打开，势如破竹般直冲进我们单元楼内。公鸡，别停，不能让他们逃跑了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他们若是逃跑了，那就是最大的后患。我率先拉开弓弩，对准了他们的轮胎射去，可惜弓箭射轮胎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我的所有邻居们跟疯了一样拉弓射箭，那满天的箭矢穿透力极强，不过几箭就已经贯穿了我前男友的大腿跟身体。我前男友甚至又来不及跑到面包车上躲藏，就被穿透了身体，难以置信的倒在地上。是个硬茬子，跑！那面包车的老大也是个聪明的，他们没有远程攻击的武器，站在这里只会被动挨揍，所以不如现在先离开这里，等一会儿再用音响引来丧尸群，先消磨一波我们的箭。可惜想法很美好，做梦需谨慎。眼瞅着这些家伙居然想逃跑，我冷哼一声，得罪我钢卷战神还想跑的，你是第一个。按照道理来说，我想要杀掉他们，完全可以趁他们不备，让他们先进入房门内。那个开门瞬间，这一面包车人都会站在门口那一片电网的覆盖面积，这样能更好的一举拿下。虽然有些许风险，但是不至于让他们逃跑了去。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？那自然是我还有更好的后招，不需要冒着危险引蛇出洞。所有人准备。随着我一声令下，所有人聚精会神的不再拉弓射箭，而是把精神力聚焦在共享空间内。精神力强的一人控制一个钢卷，精神力弱的几个人共同用能力覆盖上了一个钢卷。我把地点瞄准上了面包车的正上方，放一卷硕大的钢卷居然凭空出现在了面包车上面。它不知道打哪儿来的，几乎是眨眼间就出现在那里，然后因为重力的问题径直往下砸落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那是怎样震耳欲聋的声音，全小区部乃至外面的丧尸们全都听见了。数个钢圈从天而降，前后左右包抄了整个面包车，有从上面来的，有从斜着从侧面来的，还有包围在它的后面，噼里咔啦的往下掉落。钢卷威力不需要我多说，大家也知道会有多重，哪怕是稍微刮蹭一下，人也会变成肉泥，更何况是这样径直往下掉落呢？这群人渣败类面对的不是一个钢铁，而是整栋楼所控制的钢卷们。数个钢卷齐发，除非他是超人会瞬移，否则必然会变成肉泥。果不其然的，那面包车已经变得扁平的一半，压得跟纸片一样，甚至还被钢卷的力量弹得高高飞起，然后又被其他的钢卷撞了过去，乱七八糟的，已经看不出是车子的样子。里面的那20-30名大汉自然也随着钢卷的到来而彻底变成了压缩人片。你见过猫条吗？挤出来的应该就是那东西，反正是拼不成完整的人了。直到15分钟之后，便没有任何人从那车里爬出来，我们才敢哭出声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们终于死了！呜呜呜呜呜！王大神喜极而泣，哭得情难自已。那小两口也抱着孩子，心疼的要命。上辈子那些人渣们听信小孩子肉嫩，将这2个孩子都扔进了锅里，而此刻大仇得报，那些让他恨得咬牙切齿的人，现在此刻全部都变成了肉泥。没有什么是比现在更好的报应了。活该，真是活该，疼死你们！我爸激动的大喊，对着那面包车片片不停的指点。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并且是如此圆满的结束。我们没有人员伤亡，没有人冒险开门，他们也不会冲上来劫持人质，就这么一击之下，他们就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报应。我们相互抱头痛哭了好久，直到情绪彻底平复下来为止。看着大家哭得十分狼狈，甚至某个小孩鼻涕泡都冒出来了，我不由得笑出了声。拿出纸给他们擦一擦，然后就去打了几盆水洗洗脸。小花猫不哭了，我给小孩擦着脸。而何舒然则是趁我不注意，居然又偷偷摸摸的朝着我前男友的尸体射了好几箭去。这幼稚的行为让我忍不住笑骂他，不要浪费弓弩。那我可以把它切一下吗？何舒然暗恋我，这一点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到。若不是对我有心意，何必为了我这个陌生人而甘愿冒出生命去护我呢？所以何舒然对我前男友这个人渣倒是有非常大的意见。我前男友真不是个好东西，他当时劈腿不是劈了1个2个，而是同时当海王劈了好几个的八爪章鱼。当时我终于发现了不对，为什么这家伙只有在星期3才会约我出现，而其他的时间会消失不见，根本联系不到他的人。直到我偷偷摸摸跟踪他，我才发现他居然跟背着我跟别的女人约会。我去找那女人对峙，结果发现她是星期5。等一下，我跟女人面面相觑。什么叫做星期3跟星期5？那按照这个逻辑，前面是不是还有星期1、2、4呢？顿时我们2个也不纠缠这些了，立刻握手言和。顺势找到了星期1、星期2跟星期4，本来以为星期5已经够多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连休息日都不放过，还有星期6跟星期天。1周7次约会，4次都是不同的女人。这个前男友倒是玩得非常花，可把我们几个人给气得不轻，当即联合起来狠狠地甩了他不说，
还联合滴滴代打，把他一顿痛打，专门往他那个打。可能也正因为是打得太狠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落了什么后遗症还是什么的，反正他就记恨我们，记恨的要命。即便是末世，也不忘给太君指路，来找我们几个老实人的事。这年头水性杨花的男人真是恶心，到处给我们这种老实女人戴绿帽不说，居然还反咬一口，还想谋害我们老实人的命跟钱财。老实人不语，只是一味默默的竖小指。果然找男人还得必须找手难得的，像这种不知道是几手烂根的男人，报复心就是强。明明他做了亏心事，却反要埋怨我们几个老实人。算了，男朋友何舒然爱发泄就发泄吧，见我不管了。男朋友何舒然拿着刀摩拳霍霍的向着我前男友的尸体而去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当时情况紧急，真的不应该直接杀了他的，真是太冲动了。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肯定要活抓了他，然后全楼的邻居一人一刀活刮了他才行。可惜了，就只是让他被射了几个弓弩，然后就死掉了。把心腹大患解决了之后，那口憋在我们心里许久的气终于吐了出去。上辈子的事一如过眼云烟般全部了却，可以完全翻篇了。接下来等待我们的就是美好的新生活。如此又过了几个月，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。啊，已经冬天了吗？我伸手去触碰雪花，雪花在我手中融化。屋内实在太温暖了，加上许久没有去过外面，我甚至没有感觉到太大的温差。小玉，快过来包饺子！我爸妈在4楼客厅喊我。现在4楼完全是我们所有楼层的客厅，平时都会在这里玩耍消磨时间。此刻正有好几个人在一起包着饺子，小两口在和面，还揪了一小团的面团给小孩玩。王大婶则在擀皮，她擀的皮非常的圆润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3两下就成型了。而我爸我妈正在调制饺子馅儿，我爸剁着韭菜跟鸡蛋，我妈往里面加入一些调味料或者虾仁，而孙老师则是指挥着小孩子们包饺子。不过显然小孩子们的行动力实在是太差了，他们包的饺子歪歪扭扭的，实在难看得紧。而带货主播呢，他就端着个碗等着吃就行了。嘿嘿，你们过来了。带货主播傻笑着拍了拍沙发，示意我坐过去。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，性格很好，很会说话，而且还养了一只猫。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长毛布偶猫。小甜甜，谁能拒绝一只小猫咪呢？更何况是这么可爱的小猫咪。我顿时夹着嗓子甜腻腻的过来，要抱着小猫咪吸一口。小猫咪很乖巧，很听话，并没有挠我，但是满脸写着抗拒，用小爪子撑着我的脸，拒绝我亲它。哎呦呦，我就喜欢你这副欲拒还休的小德性。小猫越反抗我越兴奋，抱着小猫就是强制亲亲亲。可把旁边的男朋友何舒然看得嫉妒不已。我也想被亲，但到底还是社恐人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么难以启齿的话呢？万一被众人嘲笑，那就实在是太过丢人了。何舒然扭扭捏捏的，疯狂暗示再暗示，可惜我假装看不懂。对了，这段时间我们早已确定了关系，现在他已经是我的男朋友了，甚至我的父母也都承认了他的存在。现在这家伙一口一个爸，一口一个妈，喊得比我还要亲热，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似的。见我几次不搭理他，他也明白了，我是故意耍他玩，干脆也过去帮忙包饺子去了。他包的饺子倒是非常的标准又漂亮，速度很快，一会儿就包好了一排的饺子。天气有些寒冷，但室内却温暖如春。我们开着电视，播放着之前下载的小品，锅里则是咕噜噜的冒着，热气里面一个个白胖的饺子在里面翻滚，滚了3滚之后又被捞出来盛入了碗里。带货主播他烫的嘶吼叫，小孩子则是比谁包的饺子更好看，而那王大婶竟是一口咬到了一个硬币饺子，当即喜笑颜开。欢声笑语飘荡在这栋楼内，即便是凛冽的寒冬也没有吹散这份温暖。我们热热闹闹的吃着饺子，突然间收音机突然响了一下，接收到了新的信号。何舒然调试了一下收音机，突然播放官方消息，请民众们不要恐慌，危难终会过去，胜利终将属于我们，丧尸已经清剿半数，请各位居民待在室内，不要轻易外出，预计半年之后苦难就会迎来终结，请各位。后面说了什么？我已经无心再听了，满脑子都是那个丧尸已被围剿半数。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国家已经开始着手清除丧尸们了，并且拥有了显著的成就。半年了，还有半年，末世就要结束了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熬过了漫漫长夜，希望终于就在眼前。77号楼内的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，为即将到来的和平而感到由衷的庆幸与希望。冬天已经到来，春天还会远吗？